各位同学好。那我们这个小节来往下讲啊，基本程式计算。那第二小节指定运算子这个章节呢，重中之重啊，同学注意发挥你的注意啊。好，这个我们讲基本的程序有4个部分啊，变数宣告啊，变数的形态注意一下啊，指定运算子啊，各类的运算子，还有各种变数形态的转换。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指定运算子啊，指定运算子这个重要啊，重要，为什么重要呢？同学往下看着。那上一次跟同学介绍的时候，我们讲说，我资料要能够让使用者能够吃得进去吃进去以后呢，要能够存得到这里面的记忆体。上礼拜有讲，上次有讲这个变数啊，然后能够修改，再来第4个步要能够输出。那这个输入呢，我们用的是模组编写的程式，不是指令，所以我们叫用上，所以叫 input。output 也是用别人的这个模组写好的程式块、题目、函数，它的 print， 对，我们在这个用了就知道了。那现在这里面呢，存到这个记忆体里面去呢，我们要来讲这一个啊，讲这一个东西啊 ，OK。所以呢，这个资料存进去这进去跟出来这个呢，资料存在变数中间，如何呢？我如果能确定能存进去，我用这个人需要的 input 函数。那你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呢，去修改，或者是产生新的，或者怎么样？你如果存到你自己的记忆体，你产生一个资料存到自己的记忆体，变数形态，这我宣告的变数，除了程序要怎么存呢？这里有这个指定运算子，这一个符号叫指定运算子，我不喜欢把它叫做相等，它不是相等，请同学注意。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很重要，讲3次。指定运算子不是相等，跟你学数学完全是不一样。有问题，跟你学数学概念不一样。它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是指定运算子，就是我刚刚讲的要把资料存在这里面的一个动作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看，注意一下指定运算，今天专门就讲这个。好，专门就讲这个。那回想一下上次讲的啊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有做输入，对不对？然后要记住存到记忆体，然后有时候你要修改或是不修改，最后你要输出啊。输入刚讲的用 input 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 input， 有没有在这边看到？输出我们用 print 啊，这边都有 print， 对不对？输出。现在问题是你要存到你的记忆体里面去，怎么存？好，那我们用的是 x 等于这个东西，把它存到 x 啊，55存到 i 啊，779.5存到 f，xif 是我们宣布的变数，我把它存进去，然后就把输出出来，有问题？这个是存进去啊，记住它 x 嘛，记住它，记住55，记住179，就是记住。那假如说我们使用者要输入呢，就是那个敲进键盘的第一步输入呢，输入我们借用一个函数叫 input， 所以 input 在键盘上敲字就存到 x 啊 enter， 下一行我的 input 敲字存到 i， 敲字存到 f， 那么 i x i f 印出来。所以例如我敲就敲175.9，让它出来就179.5，对不对？那输入 I am John， 它出来就 I am John， 对吧？这个看你输入什么，这样就输出的，所以我输入的是输出的。你可以试看看这个 input， 这个是输入的部分。那现在来讲说这个执行的过程中，我资料存到 x， 存到 i， 存到最后死的，或者说你在资料里面，所以存到 x， 存到 f， 啊，这个要只用这个等号。这边呢也是用一个等号，有没有看到？存进去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把它存到 x， 存到 i， 存到 f。用键盘上输入存到 x， 键盘上输入存到 i， 键盘上输入存到 f， 键盘上输入存到 x， 键盘上输入存到 i， 键盘上输入存到 f， 然后再输出。有问题？啊，没问题哈，没问题哈。好，那这个也是56存到 x， 把 x 印出来。那57存给
x 印，所以是修改嘛，修改印出来，修改印出来，有问题？那 x 原来是多少我不知道，反正56除以 x， 这个有问题，这个没问题，很简单啊。但是这个等号，请你特别留意哈，特别留意。OK， 那还有这个提醒呢，这个 input 存进的这 x 这是一个字串，请注意 x 传回来的一定是字串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字串 ，IXIF 是字串。这个的话 ，I 是整数 ，F 是浮点数，记得这个一定要注意，很重要啊，很重要啊。这个是 X 存的是字串，像这个 X 存的是56，X 存的是51是整数，这两个都是整数，没问题。但是 input 的话，存进来这一定是字串，所以这个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数目字的55哦，它是一个字串55，注意一下啊，注意一下这个 X input 啊 input 这个东西特别留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重中之重，指定运算子等号。我们说这个 a 等于34这个啊，我不喜欢这样念，我喜欢念34存给 a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34存给 A。这个在电脑里面的意义是怎么样？在电脑里面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 CPU 中央处理器，一个叫做什么记忆体。记忆体。那我们所谓把34存给 A，就是所有动作都是 CPU 动的，CPU 就把34丢给 A 这一块记忆体，所以34丢过来，34丢过来啊，就这个34。那 CPU 把34丢过来，把34丢过来给 A，34丢过来，有两种情形 ：A 本身里面有资料，或 A 本身没资料。这记忆体反正就是记忆体，所以把34丢过来之后，我不管你有资料没资料，34丢进来就覆盖了。请同学特别留意这个动作，覆盖。所以指定运算子不是两边相等，这跟这不是一样，不一样啊！注意一下，这个34丢给 A， 我喜欢这样讲，不喜欢说 A 等于34。然后这里指定运算子7丢给 A， 7丢给 A， 请特别注意啊！所以这几个动作是什么？B 跟7相加以后丢给 A， 这个是 A 跟 B 相加以后丢给 ANS， 这个是 A 跟 B 相加以后丢给 A， 请同学注意。所以你写一个 A 加7什么意思？ A 角本来是3，你写一个 A 加7啊，请你加7，你写 A 加7，这个是错的，因为 A 跟7相加以后，最后你把 A 印出来，答案多少？还是3，有问题？后面我们还会再讲，还会再翻译出来。这个你一定要存到 A， 就是你要回存，另存新档才可以。这个指定运算子有问题？所以一定是右边东西指定给左边这个，所以左边一定是像一个容器，像变数一样。所以下面这几个都是错的指令，然后直接告诉你错，有问题？把 A 的值丢给7，那 A 的值假如说是3，你丢给7，那存7那地方是7是3，有问题 ？A 丢给他错的，7丢给他这是错的，这个也是错的，注意一下。这个你应该写7减2丢给 A， 所以等号的左边几乎都是一个变数名称，有问题？等号的右边是要丢过去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的，请同学特别留意。左边是变数，右边是值，7丢给 A，7指定给 A，B 跟7相加丢给 A，A 跟 B 相加丢给 ANS，A 跟 B 相加丢给 A。找这个同学要留意一下这个，把 A 拿出来，把 B 拿出来，相加要丢给 A，A 会变动。至于你去做一个 A 跟7相加，做完以后，只是让 CPU 做一下事情而已，资料有没有存起来？没有。有问题？A 跟7相加有没有丢来给谁？没有。
所以在资料里面在程式里面要把资料存下来，一定要用指定运算子，一定要指定运算子。所以过一阵子我老师口头上问你，好，把它做完以后把它存起来。哇，你什么是存起来？你不知道。对，存起来到 A， 存起来到 B， 你要指定运算子，而且这个指定运算子呢，几乎打遍天下，不会改。我看过这么多程式，没有再改的，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个这个最重要 ，A 等于 A 加7，这个我不这样讲 ，A 跟27相加存给 A， 指定给 A， 指定运算子指定给 A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来看一下详细原理，这看懂的话，你程式大概就会一半。第一个，你要去 CPU 要去 A 里面把资料拿过来。好 ，A 现在多少是51，A 多少我不知道嘛。他去记忆体把 A 现在是51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我透视眼看到了，所以51要把它拿过来。要把51箭头把51拿过来，有问题？这是我第一个拿到 A， 还有要一个27不是记忆体的，27是固定的，所以我就把27跟 A 两个做相加。所以在 CPU 里面，因为拿到51了嘛 ，A 只能跟27做相加。相加完这资料呢，假如说是这样就丢掉了，没有，我这一个等号。所以这个答案呢，就这个答案要回存指定给 A， 所以又把这两个答案是78回存给 A。那 A 的5不是51吗？不见了。好，指定运算子，所以 A 的值，sorry，A 的值，这里做不好 ，A 的值会变成51，A 的值会被改掉。那你假如说只做 A 加27呢，你会发现，你就写 A 加27，你会发现没有存回去这里 ，A 加27就没有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是什么？指定运算子。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，讲3遍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这个我们也常在写程式里面常看到 ，A 等于 A 加 B， 这个我不要这样讲 ，A 跟 B 相加，指定回去给 A，A 跟 B 相加，指定回去给 A， 有问题？那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 CPU 要先 A 拿资料，A 我们要 X 光打下去，A 是51，B 是47，已经存好了。前面为什么51是我不知道，反正这是它51是。这时候你是 CPU， 你怎么做？把 A 拿进来，把 B 拿进来，相加以后再回存指定给 A。所以来看，再拿 A， 再拿 B， 对不对？这个 CPU 里面有自己的记忆体，register 暂存器。所以你这时候你已经拿到51，又拿到47了，然后两个是不是要做相加？相加完呢就没事了，当然不是运用这个指定运算子，回存给 A， 回存给 A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这个动作做完，谁的资料被改了 ？A 的资料被改 ，B 的资料不动 ，B 的资料不动 ，A 被改了 ，B 的资料不动。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可以可以自我问3遍，有问题？指定算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5跟27，5和7相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CPU 要不要去记忆体？没有，你就是5就是固定，27固定，所以他就直接把5跟27就写错了，5跟27直接相加，相加，但是要存哪里？没有，你没有讲要存哪里，没有指定，没有要存，做完就是做好玩的做好玩的，有问题？做好玩，有问题？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对不对？他就是直接把5跟27相加，这做的不好，5跟7相加。就要不要存？没有，你看这里没有存的动作，所以 A 跟 B 原来是空的，就原来是空，原来27跟17，它原来是27跟17，完全没有，没有指定运算子，就没有另存新档，或是回存旧档，就好像你今天报告把 Word 打开，打字打完，把 Word 关掉，Word 会不会问你要不要存档？你按 No， 就是打字练习好玩，没有指定运算子，就没有另存新档，也没有回存旧档，请特别注意。OK， 好，
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基本技能呢，在这个第一次零二之一这基本，我每次都会有设计这个基本技能。你要问我自己，你要自己问自己，你要问自己，你有没有办法输入资料 input，你有没有办法输入资料 print，你有没有办法记录你所要的，你有没有办法修改你所要的指定运算值，搞定一切，有问题。好，这是自由练习，你自己回去练习。那就是我的学生，你就做一做啊，不是在我的课，你就自己自我练习啊，能不能把 x 是资料能够拿到存到 x，能不能3+2的资料存到 y，啊，你能不能把 x 跟 y 的值存起来，存到 z，把 z 印出来。OK，好，那这个今天就讲这一讲就讲到这里啊，啊，请你回去自由练习一下。OK，好，拜拜。